好，接下来我们这边进行技术培训。前面这些我们李经理已经讲过了，我们跳过。下面我们进入技术培训，这几个章节都是进行一些功能的一些介绍。开发环境如何搭建，先讲一下，就是讲一下我们这次的开发工具啊，还有在 KLIR J-Link 这里面是如何去安装识别 AT32的安装包，然后最后再说一下 Workbench 的功能。数学开发工具的话，我们主流的话就是 KLIR VS GCC 这些。然后具体的资料的话，安装包资料的话是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上下载。就是下载哪个系列的话，就是在这个产品讯息里面选择对应的这个系列，假如电机专用的，然后进来选择412或者416，然后拉到下面有个 pack， 在 pack 这里就可以下载KL4、KL5IR， 然后是Sugar 里面这些安装包。KL 的安装包的话，解压后的话，它就有这个解压包里面有每个系列的话都有一个独立的这个 pack 安装包。如果是装412、416的话，就是双击这个安装包就可以。然后下一步点开以后，然后其他的路径这里它会自动识别，然后你点击下一步就可以。然后就可以安装成，然后点击完成就行。IR 的话，它是所有的系列都集成在一个里面，只要点击这个双击这里就这个可以。然后如果有时候可能会有的电脑可能会提醒你这个是受保护的，然后点击更多信息里面，然后点击人要运行，然后这里就选择路径，如果是 IR 有不同版本的话，就选择不同版本的那个路径，然后点击开始安装就可以了。然后出现这个画面的话，就表示已经安装完成。然后 J-Link 这边的识别包的话也是一样的，就是解压以后双击，然后选择对应的那个安装路径，然后点击开始，然后出现这个画面的话就表示安装完成。然后 BSP 安装包的话也是刚才一样的页面里面就有产品讯息里面，然后拉到下面有个 BSP 安装包，然后中文的话就点着中文这边，英文就点着右边英文这边下载就可以。然后下载下来解压以后，它是那个文件夹下面有这几部分。然后第一部分的话是应用文档，就是里面有一些说明文档。第二个的话是库，上面是内核库，下面是那个IP 的库，然后下面这个是中间件，就是一些操作系统之类的。然后 project 这里面的话就是有各个 IP 对应的一些历程代码程序。然后最下面这个话，它这里面就包括一些SLab 啊、IIP 随机数这些一些相关的一些历程。然后开发版的话，也是在对应的同样的页面里面可以下载。412的开发版的话，就是左边这个图片，最左边这边是 AT-Link EZ， 这个 AT-Link 可以搬下来也可以进行烧录和仿真。然后这个开发版的话，如果是这边搬掉的话，你也可以通过这个口进行烧录程序。
然后下面有个复位键，然后有个用户按键，这个列到 PA0。这两边的话是引出来的引脚。为了方便示波器测试的话，我们对现在新的板上面都会加这个 GND 的一个夹子，方便示波器去夹。我们自己做的这个 Workbench 的话它是一个图形化的编程工具，这就是你在那个这个软件里面进行图形化的编程，它就可以生成对应的一个代码。我这里是接了一个412的一个图，那就是你在左边这边选择不同的功能，然后比如窗口里面选择它对应的什么引脚，波特率之类的，然后你在那个代码预栏这里就可以看到代码，然后如果配置完以后，再点击生成代码就可以生成对应的 Q、IR 这些或者 ATL32ADE 这些对应的编译器里面的工程。我们下面开始讲一下定时器。定时器的话，是因为这个412、416是新增了一些功能，我们就等一下就只讲新增功能的部分。先来看一下定时器一些分类。我们大概的话把定时器分为3类，有高级定时器、通用定时器，还有基本定时器。高级定时器的话，它是主要的用途的话是输出PWM 或者捕获，它还可以输出死区控制互补这样。通用定时器的话，它是跟现在我们就像以412为例的话，它其实它的有几个定时器，它也是可以输出互补跟死区的通道。基本定时器的话，它就是做一个基本定时的功能。这个的话是有一个，我们这个系列的话是有一个高级定时器，它是16位的。现在的话，这所有的定时器都是16位的，就是没有那个2根，之前像以前那个2根5的话，可以扩32位的。这个的话，这全部是16位的。然后重复计数这里的话是可以扩展为16位的了。我们可以从这个表来看，就是列出来的功能以后的话，就是高级定时器基本都是支持的。然后这边特别说定时器9、10、11这边的话，它是也支持刹车输入。就是我们看一下，就是9、10、11这几个，它是也支持互补输出，然后死区插入这样的。然后这里列了一下，就是我们这个这个系列它是可以输出独立的 PWM 的个数，就是48角的话，它最多可以输出16路，然后32角的话，最多可以输出15路。然后刚才说，然后32角 QFN 的话也是可以输出15路。然后这里特别看一下，就是我们的24角的话，它也是可以输出15路的。然后下面是就是一个高级定时器的框图，上面部分的话就是一个刹车输入。我们现在这个的话是多增加了一个刹车输入2。然后这边的话是刹车输入就是我们这个它支持是双向刹车，就是外部可以让我刹车，然后我也可以输出刹车信号，让连到其他的MCU 或者让其他 MCU 的定时器也同时进行刹车。
然后左边这边的话是输入通道，就是捕获这些，然后下面是有也有比较器，还有 ADC 的那个过压这些是有，也可以接入定时器来进行触发操作。然后右边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的现在这个互补输出，它是有4路的互补输出，现在是支持。然后这个的话还是也增加了一个2，触发2的一个输出，它可以去触发ADC。然后之前这个原有的其他系列都有的话，这个它是可以触发其他定时器啊、ADC 啊、DAC 这些。然后我们下面着重来介绍一下这个它们的新增功能。我们这里是拿421来做比较。首先的话，它是个就是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就宠物计数器的话，它是由8位扩展为16位，这样的话就可以单次输出更多这个个数这个 PWM 波形。然后刹车的话，它是有新增了滤波输入，就是你假如你刹车引脚这里可以加上滤波，就避免一些干扰信号误触发定时器刹车。然后还新增了这个溢出标志位的重映色，可以通过设置这个控制集成器1里面的那个11位，可以将这个溢出标志位的话映射到这个技术集成器里面的最高位。刚才说的这个新增定时器输出信号2的话，这是就是对他们1是有增加这个的。然后他们1的话也新增了通道5跟通道6，通道5跟通道6的输出的话是可以通过这个输出信号2进行输出。然后定时器这边的话是新增了一些模式，新增那个可触发的单周期模式，还有非对称的 PWM 模式，还有组合的PWM 模式，还有3项组合，还有就是刹车输入2新增的，它这个的话是针对定时器1。还有双向刹车就是外部一个刹车信号可以导致使那个定时器进行停止刹车，然后也可以同时加入几个 MCU 是连在一起，也可以通知其他的 MCU 进行刹车。然后输入捕获这边的话也有增加了一个消音功能，就是你输入捕获的波形假如有干扰的话，它可以把这个干扰滤掉。我们再来详细介绍每个新增的功能。那个溢出标志位重映色的话，它就是在那个控制集成器1里面设置这个第11位，设置1的话就死能以后，你如果发生溢出事件，它就会把这个在这个技术集成器里面把这最高位去质疑。注意一下，就是它这里是只读位，不是你如果是要清这个标志位的话，你还是要在那个状态集成器里面清，这里的话是只读位。这个的目的话就是在一些运算里面计算时间的之类的，你就假如不用中断的话，你在这里读一下这个标志位就可以一次性读出来。然后这个通道这个信号2的输出的话，它是通道1到6的话都可以
作为这个2的信号源进行输出，然后输出到一个它可以去触发 ADC。信号2的这个输出语言信号的话，它是有很多种，这里列出来了，有很多种这种选择。你可以选择这个定时器溢出事件，也可以选择这个死能信号，还有捕获和比较事件。下面就是一些就是各个通道的一些比较事件。后面这个带这个 C 的话，就是我们等一下会讲的是一个组合以后的信号的一个输出。如果没有 C 的话，它就是一个通道原始比较事件的一个输出。可触发的单周期模式。我们以前那种单周期模式的话，就是你假如说我在这里触发了一次，它就一直输出到技术溢出就停止这个定时器就停止输出了。然后现在的可再触发的话，就是假如说我现在触发了它开始计数还没到溢出的时候再次有这个触发事件产生的时候，它这个时候就是计数值又从0开始再重新开始计数直到溢出。这个复位加触发的话也是这次新增加的功能。上面这些的话都是以前的都有的功能。这个的它的功能就是你触发的时候，以前的话，假如你那个计数器计数到某个值你如果触发的话，它还是从之前那个计数器的值开始计数。如果加上这个复位使用这个功能的话，它就是触发了以后，它那个计数器计数值会清零，从0开始进行计数。然后非对称的那个 PWM 模式的话，它是可以输出一个移向的一个波形，就是两边它这个必须要是在中央对齐模式下工作，就是向上计数跟向下计数的时候，它的比较值可以不一样，就产生一个不对称的波形。不管模式 A 或者模式 B 的话，它可以就是通道1跟通道2是作为一个组合。如果你用通道1去输出，比如说你用通道1去进行输出这个非对称的波形，那么它就向上计数的时候，它是跟通道1那个比较值进行比较，计数值跟通道1进行比较。如果向下计数的话，它就是跟通道2去进行比较。然后3跟4的组合的话也是一样的意思。这样的上面这种方法的话，就是要2个通道去进行组合。而且后面我们这个的话还是引入了另外一个方法，就是给每一个通道就另外再增加一个非对称的数据寄存器，就是在向上计数的时候，就是跟原始的它这个比较值进行比较。如果向下计数的话，它就是跟我们新增的这个CADT 这个寄存器进行比较。我们下面以一个波形来看一下，就是这个是计数的话是先向上计数，然后再向下计数，然后通道1跟通道2然后设的比较值不一样，然后在向上计数的时候，就是假如我们这里是以通道1作为非对称输出，通道1就是向上计数的时候，就是以通道1的这个
比较值作为比较，然后到这里的时候它就变高，然后向下计数以后，它是以同到2这个比较值作为比较，然后变低，然后在这个向上计数在同到2，然后向下计数在同到1这里，它的输出没有变化。如果是你同到2的话，以同到2做非对称输出的话呢，那它就是这样，以同到2这里，比如说比较，然后在这里的时候变高，然后后面这里在同到2这里不变，然后在同到1的时候这里变低。然后讲一下组合的这个 PWM 模式，它有2种，一种 A， 一种是 B。A 的话它是就是也是有2个通道的组合，这个组合的话它也是用就是1跟2是一组，然后3跟4的话是一组。模式 A 这个组合模式 A 的话，它是将两个组合的原始信号进行一个或的运算进行输出。模式 B 的话，就是进行一个与的操作。这里的话，我们下面一个图的话更好理解一点。这里是模式 B， 模式 B 的话是2个通道进行与，就是这是2个原始的信号，原始信号是进行与操作，就是这里是一低一高的话，它就是输出低，如果2个都是高的话，它才会输出高，然后这里有一个变低了，它就输出变低了。如果模式 A 的话，它是进行或，就是我们在这个图里看到的话，如果是在这个图里看的话，因为是始终是有一个通道是高，那么的话，如果是模式 A 的话，那它这个通道输出的话就是一直是高电平。然后3相组合的话，就是又增加了一个通道，就是用通道5，跟通道1跟2，来进行组合。它是固定是用5来做这个原始信号，并且的话，这个它是逻辑的与操作，它也是就是如果是只有3个缺步数为高的时候，它输出的信号才是高。我们下面来讲刹车。刹车的话是新增了一路刹车2的输入。刹车2的输入的话，如果要使用刹车2的输入的话，必须要把它的这个滤波功能要使用上。然后刹车的输入源的话，我们可以选择外部的刹车引脚，或者比较器或者比较器2的一个比较信号，然后可以设置这个它的极性，就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去进行刹车作为有效位，也可以软件去触发刹车。这里刹车1的话，这边它是有多的一个叫系统输入刹车，它是就是假如说经震失效了，它这会导致也会触发刹车，还有这个内核锁定了，假如进入 hard fault 了，或者 PVD 就是电压检测到电压低于你的设定值了，这些都可以触发这个刹车信号。这里是一个刹车的波形，下面是一个互补的一个是死区插入的一个互补的一个2个通道的输出。当这个刹车信号有效的时候，
它就这个定时器的死能位，计数死能位，它自动会清零。然后呢，它这里后部通道的输出的波形的话，它是先会不会马上输出这个空隙电平，它会先输出这个死区控制器控制的波形。当这个时区过了以后它才会输出这个空隙电平。刹车也可以有输入滤波，就是避免一些，假如说外部引脚输入的话，它可以进行干扰滤波。这里的话就是设置你这个滤波的时间，根据实际的应用去进行不同的设置。双向刹车的话，就是假如说你用2个 CL 或者多个 CL2 连在一起，它把刹车信号连在一起。假如说你那个其中一个假如说你几个电机它是要同步运行的，然后其中有一个 MCU 它有刹车有效信号过来了，它就会从这个刹车引脚，它会同时把另外一个 MCU 也会让它的刹车信号有效。使用双向刹车的话，是需要把那个刹车这个 I/O 引脚配置为开漏的模式，并且必须只能设置这个低电平有效，就是刹车的有效电平要设置为低电平。当这个刹车性有效的时候，这个 I/O 就被强制拉为低电平，用来告诉外部的其他的碳码已经处于刹车状态，然后也进行一个刹车操作。就是你要想在刹车以后，刹车信号恢复以后，那个退出刹车状态的话，需要把这个位设置为1。如果不设置为这个为1，即使那个刹车信号恢复为无效状态，它也不会退出这个刹车状态。所以的话是要把这个位设置为1。然后定时器的输入的话，它是一个有个小影的功能，就是它可以通过这里是一个设置那个小影源，就是用比如某个定时器的某个通道作为小影源，然后就是在这个窗口内，假如你的捕获通道上面的这个一个窄的一个脉宽它就可以把它消引掉，就不进行一个捕获的操作。然后这个脉宽的话，你可以设置它的有效电平，有效电平就是高的你可以高脉冲把它滤掉，也可以把一个低脉冲把它滤掉。下面来讲一下 ADC 的一些功能。ADC 的话功能的话，这个CL2、CL6的话，它是功能跟那个435、423功能差不多。分辨率的话是可以设置12位到6位，然后在12位的时候，它最高的转换率可以达到2.5兆。然后也支持过采样，普通通道跟全程通道都是支持的，然后也支持电压监测，就是电压监测的话就相当于一个数值的一个比较器，就是它根据 ADC 的那个采样值跟那个你的设定的阈值去进行比较。
ADC 的话是有2个独立的 ADC， 然后每个 ADC 是有24个通道，其中的话是外部通道的话是有增加到了18个。ADC 的框图的话，上面这边的话是一个普通通道的一个 ADC 的一个触发源，然后下面的话是一个抢占通道的触发源。这边的话是外部输入通道，下面的话是一些事件，就是错误溢出这还有采样完成这些状态位。这里是一个引角，就是 ADC1 跟 ADC2 是对应的通道是对应哪些引角或者是OP 的输入其中有一些保留位，大家注意一下，因为外部通道的话就是最多是18个。电气参数这边的话，就是模拟的这个 VDDA 它的要求的话，电压的话是要最小值是要2.4伏，最大值的话是3.6伏。然后 ADC 失踪这边的话，最大的话是设置35兆，对应到它的采样速率最大的话就是2.5兆。然后一个外部触发的频率的话也是有要求，就是最大的话是不要超过1.65兆。工作模式的话还是跟之前一样，就是有4种模式，序列模式就是按一个序列去进行顺序转化，然后反复模式的话就是触发一次，它就会一直反复的重复的去进行采样。分割模式的话就是把一个长的序列分成几个组，然后每次触发的话就是一个单个一个组进行转换。自动抢占的话，就是普通通道转换完以后，它自动的会进行那个抢占通道的进行转换。下面以图的方式来说一下，就是假如说我这一个序列是有3个通道，就是触发一次，它进行3次转换，转换完了以后就进行一个完成标志，然后下次触发的话再进行转换，然后抢占通道的话也是一样的意思。反复模式的话，它就是触发了一次，假如我是3个通道，3个通道转换完以后，它接着又进行开始转，按着同样的序列再进行转换。分割模式的话，它就是假如说我这里有5个通道，把它分成3个小的组，就是触发一次，就是第一个这个子组小组它进行转换，再触发一次是第2个组开始转换。然后抢占通道如果是设置为分割模式的话，它就是每个组的话，它固定的就是每个只有一个通道，就触发一次，它进行一个通道的转换。自动抢占的话就是普通通道的触发源触发了以后，普通通道转换完以后，紧接着这个抢占通道就开始转换。还有一个转换终止功能的话，就是我一个序列在进行转换，你如果不想让它继续转换了，程序设置一下这个位，就 ADC 就停止转换了。如果下次的触发源有效了以后，它又会重新开始进行转换。我们这个的话是有2个 ADC，所以的话它也做了这个主冲模式，就是 ADC1 做主，然后 ADC2 做冲击。
然后主从模式的话，它是这个 DMA 去搬数据的话，它是有3种方式。第一种模式的话，就是第一次 DMA 请求的话，就是它就把ADC1 的数据搬走，然后第二次请求是搬 ADC2 的数据，然后第三次是又返回来搬 ADC1。然后这个模式，第二种模式的话，它就是一次 DMA 请求的话，它就会把 ADC1 跟 ADC2 的数据全部搬走，就是低16位放 ADC1，高16位放 ADC2。第三种模式的话，它这种模式是针对那个分别是6位跟8位这种采样的，就是低8位放 ADC1，然后高8位放 ADC2。主从的那个同时模式的话就是2个 ADC1 跟 ADC2 触发源的话是只用配置 ADC1 的触发源， ADC2 的触发源不用配。那就 ADC1 的触发源信号有效的时候，就2个 ADC 同时进行采样。这里要注意一下，就是要把这个采样长度采样时间设成一样的，不要 ADC2， 假如 ADC2 时间很长，然后下次 ADC1 触发的时候 ADC2 这个序列还没转换完，这样的话就会出现数据的丢失。然后这个交错触发模式就是触发一次 ADC1 开始转化，下次触发的话也是用 ADC1 的触发源，下次触发的话是 ADC2 开始触发，开始转化，就是 ADC1 ADC2 这样交替的进行转化，但是触发源的话都是用的 ADC1 的触发源。然后位移模式的话，它是 ADC1 触发了以后，然后经过N 个 ADC 时钟周期 ADC2 然后开始转化。这个的话这个功能的话可以提高 ADC 的那个转换速率。假如说 ADC1 这里采样完了以后，经过3个 ADC clock 时钟周期 ADC2 就开始转换，这样的话就可以将那个采样速率增快1倍。ADC 这边的话就是目前的话是新增了这个一个功能。我们以往的话就是普通通道的那个转换数据的话就是只有一个寄存器，如果你通道多的话就是必须要用 DMA 去取数据。这次的话就是给普通通道又多增加了16个这个采样数据寄存器。然后这个16个如何用的话，我们下面这一页来看一下。假如你配了3个通道，然后它的转换结果，这3个通道的转换结果，它就会放到这个公共那个普通通道寄存器的第1、2、3个里面来。它这个1到16，它不是对应的那个外部引脚0到15这样对应，它是对应你这个程序这里设置的这个序列的1、2、3。假如说你最多的话，就这个序列16个通道，然后它就是按这个你设置这个序列来的，跟那个你用的哪个通道无关。然后取数据的话，假如你这样的话，假如说就可以用程序，不用 DMA 的话，用程序有个序列来取的话，它也是取得来得及的。然后调用这边这个
函数，你就是要用取哪个通道的数据，然后这里获取就可以了。ADC 制备的话我就讲完了，下面由我们另外一个同事讲其他部分。